天寒窗，四月时运丢了多少魂？他说他的，你说你的，皇上说的，圣人说的。那芸芸众生间，赵钱孙李耶，叫咱们谁能认得清？学的都是理呀，读的都是经啊，说理全凭嘴，要知了办事情。法是双锋剑呀，情是月变形啊，说理全凭嘴，要知了办事情。天下案子只要想办，几何如仇没有办不成。求神不如求咱自己，仗义直言无欲则刚。你瞒天瞒着地，骗人又骗己，我叫你谁也骗不成。学的都是理呀，读的都是经啊，说理全凭嘴，要知了办事情。法是双锋剑呀，情是月变形啊，说理全凭嘴，要知了办事情。学的都是理呀，读的都是经啊，说理全凭嘴，要知了办事情。太后，这样的皇上，依照百姓，偌大个国家放在他手上，恐非大清之福啊！有这事儿？当然，太后，天下是爱新觉罗的天下，也是满人一刀一枪、一城一地打下来的。要是有人不珍惜，那你要怎么样？放，开斩！谁敢？来人呐，开斩！要弑君吗？仲爷，我并不是说不让你打这场官司，我只是让你等，等到皇上真正亲政，等到你经验更丰富，等到鳌拜疏于防范，你等到我跟您一样，等我有了小柳仲言了，你已经是四世同堂的祖爷爷了。嘿，那索性把鳌拜等死算了呗。其实等也不是什么过错呀。我是说，行了，您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奉太后旨意，顺天府壮师柳继先即刻进宫。小民柳继先叩见太后娘娘。平身。谢娘娘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柳继先，草民在。听说你是京城第一大壮师啊！啊，太后，小民不敢当。不过你最得意的还是养了一个好儿子，是吧？啊，犬子的确是聪明，可也实在是不听话呀。你为了段家的凶案四处奔走，是吗？是的。段家的冤仇无法昭雪，草民不忍心好友落得如此下场，决定替楚军出头，抓住凶手，还段家一个公道。有头绪了吗？有是有的，可是事关重大，对吧？是。还牵扯到敖少保身上，是吧？是。哀家闻段家凶案，也觉得还他一个公道是应该的。
但是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柳先生的公子如今送奏敖少保，就不大妥善了吧？太后，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为什么敖少保犯罪就不能送奏了呢？这草民就不懂了呀。你当然不懂，这事关系朝政，你怎么会懂呢？皇帝出接大人亲政，一位国事身上，如今能辅弼于他的，就只有敖少保和鄂必龙2位顾命大臣。如果鳌拜真的涉及段家凶案，要皇上圣裁，岂不为难于他吗？万一皇上要定鳌拜之罪，他将失去一个辅弼之才，国家也就少了一个栋梁。此非皇上之福，也非苍天之福啊！如果皇上从宽纠治，却难掩苍天悠悠之口，皇上的声誉也必然有损。所谓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呐。你是读圣贤书的，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是。再说了，鳌拜是不是真的涉嫌段家凶案，你柳先生如今也不敢肯定吧？太后啊，这个……万一到头来只是一场误会，不单柳家的家声有损，污蔑朝廷重臣，这罪可不轻啊。但是事关大清国运，朝廷体面，为了皇上，为了社稷，我看这事儿还是不要张扬的好。万一张扬出去，可能动摇大清国体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些心存不满的人会乘机闹事儿。柳先生，你总不愿意看到本来天下已定，百姓休养生息，突然之间天地变色，生灵涂炭吧？你如果打赢了这场官司，是能为几个人讨回公道，但是会让更多的人丢掉性命。壮士是干什么的，我不管，可是害人性命是罪无可赦的。是。当然了，段太傅的死的确惨了点儿。我看这样吧，我让他们拟旨，给他个谥号，以他为文官好了，表彰他端正刚直。还有啊，我听说他女儿还活着，你把他送进宫来，一来呢，在我身边比较安全；二来呢，我也想收养他，封他个格格好了。太后真是慈祥仁爱，小民感激不尽。太后所言于情于理，让小民折服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犬子虽然顽劣，但还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。我回去以后，将太后所言的道理讲给他听，我相信他会明白的。事关国家大事，个人义气，总要往后放一放。你的儿子虽然莽撞些，倒也是个聪明人。你告诉他，皇上以后真的亲了政，他的身边少不了要请几个人，只要他肯上进，将来必有大用，也就能光宗耀祖了。谢太后恩典，谢太后恩典呐！慰安吧。哼，不可能！你让我退出这场官司，爹，你明明知道鳌拜的阴谋啊，你却不站在公理这一边，你愧对京城第一大壮士的名号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说实话，去之前，我对打不打这场官司还心存犹豫。现在我是铁了心了，不但我不打，你也不许打。不必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柳仲言不想做缩头乌龟。我也告诉你，柳仲言，
这回你如果不听我的，就给我滚出柳家，咱们就形同路人。我今天算跟你恩断义绝，咱们断绝父子关系。啊！柳继先，我再告诉你，断不断父子关系不是你说了算。好啊，只要你放弃这场官司，那咱们就……是我想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你再怎么求我，我也绝不做你的儿子。还有，我以后就是生了儿子也不姓柳。放肆！你俺大清立律，儿子忤逆犯上，打死白打。我今天打死你，官府不但不会治我的罪，还会表扬我维护了律法的尊严。我今天算白养活了你20年了，我打死你！你别跟我谈大清律法，咱俩现在是壮士与壮士的关系，没有父子关系。你，少爷，仲年，放开我！仲年，我告诉你，没有这一巴掌，我还暂时给你留一个后悔的机会。可现在什么都没有。顾家，咱们走。少爷，老爷可能是有些不对，可是你想想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，老爷一人在家，他多可怜呐！少爷，依我说，咱们还可以谈谈。走。哎，老爷，少爷他说的有道理，咱们是应该站出来维护律法的尊严啊。顾家，这事关重大，不是你我所能左右的。拜见敖大人，怎么样啊？折子已经递上了，估计这会儿能看到了。好，我正在看你的折子，写得不错呀。谢大人。这个黄口小儿，正一心求变，肯定要被这个折子所说动，到时候一声令下，八旗震动。中堂，上这个折子得罪了各旗的王爷，到时候您放心，谁也不敢动你，有我呢。谢王爷。皇上，您都看了好几个时辰了，您该歇歇了。国事纷繁呀，我没经验，要是再不勤快点儿，怎么对得起天下的百姓啊？国事再要紧，你也得注意自己个儿的身体呀。混蛋！这种狗官，居然把朝廷拨记下去救济水灾的款子，自己占为己有了。这种官，上！哼！好，这个折子上的好。八旗是该动一动了。我觉得这折子上说的有道理。自打有了八旗，就有了这规矩，不能学手艺，不能做买卖，全由朝廷恩养着，按月份领钱粮，生活不操心啊，是打仗不用心，全成了一群大爷了。哼，所以折子上你整顿八旗是不是？对，而且还有2种办法：一是把八旗放回祖宗农兴之地，那里白山黑水，让他们渔猎戍边，这样他们的战斗力才不会减退。还有呢，就是把八旗中的汉军、包衣都清查出去，或者放归原籍，或者出其为民，这样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。
看来啊，上折子这个人是个人才，我得重用他。说的有道理，的确有道理。国家还是有忠臣的呀。这个人敢于得罪八旗，全是出于一片为国家分忧的心啊。八旗的问题，长眼睛的人都看得见。可是现在提这个问题，好像不太是时候。何以见得呢？主意是好主意，用的不是时候，那就是坏主意。说来听听。现在你刚刚登基，威权未立，各方尚未服你。如果你下次重要的话，那么必定会动摇朝纲，对你很不利啊。也是啊。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对付鳌拜，只要把鳌拜除掉，你再整理朝政，那就有基础了。现在这个折子呢，先不要往下发，搁在手里看看个人的反应再说。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你是皇上，你到哪儿去告状呢？谁又敢接皇上的官司呢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想，咱们索性先到顺天府告一状，只要告了，就一定会有反应，就一定有声势，那么鳌拜到时候不理都不行了。好。咱们谁敲？嘿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您是事主，当然是您敲了。可是这事儿还得倚仗你啊，还是你敲吧。那哪行啊？好了，你们俩就别争了，我看还是一起敲吧。对，行，一条龙，把鼓槌给我拿来。哎，皇上，来吧。好，您先敲。哎，大人哪儿去啊？我说柳仲言呐，你还没完了你呀！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没你好果子吃。大人，我今天可不是一个人来的。我甭管你来多少人，一律给我打出去！来人，给我打！谁敢？谁给你这么大胆子？你也没看看，谁站在你的面前？我不管是谁，那不，皇上，哎呀，皇上啊，顺天府尹恭迎圣驾，皇上吉祥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打官司呢。皇上拿奴才开玩笑，皇上您打什么官司啊？我来告一个人，还请了一位状师。柳状师呢，还代理了另外一个诉讼。我是段太傅的女儿，我也请柳公子做我的状师。没错，我现在是当今皇上和这位段小姐的状师，他们俩告的都是当朝一品大员鳌拜。啊，我说柳公子啊，柳大壮士，我的老祖宗，我哪审得了啊？原来我就审不了，现在皇上来了，我哪叫你审你就审，你坐回去。皇上，奴才还是跪着审吧，请皇上颁旨。鳌拜大人，不，鳌拜，不但杀了段太傅，还杀了赵承恩，什么，连大清皇帝也是他迫害致死，你打算从哪个案子开始审啊？我跟您说呀，我哪个也不敢问呐，问哪个都是死路一条啊！柳大公子，我求您了，您放过我吧！皇上，奴才不是不想审呐，奴才实在是不敢审呐。那鳌拜大人他是权倾一朝，我惹不起啊！这里您又是皇上，一国之君呐，我要惹了那是犯上啊，灭门之罪啊！您说我这个案子我怎么审呢？
大清国出大乐子了，皇上告大臣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给顺天府尹给吓得够呛啊！是把他吓死了。哎，鳌拜这势力是够大的，连皇上都得躲，我这江山就是做了，有什么意思呀？咱们也跑了好多地方，基本上算是成功了。我看皇上您还是赶紧回宫去，看看太后那边有什么意思。咱们自己已经把自己逼到绝路上了，想退都退不成。你呢也别在宫外住了，鳌拜这回非下毒手不可。你跟我回宫吧。皇上，您不能进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不是您不能进，是他们是我的朋友，请朋友到宫里来玩也要你管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他们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能走。咱们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这回可是把天给捅破了。早知你们都到齐了，也不知道把我从京城里叫出来干什么呀？不用说了，反正是国事嘛。是啊，镶黄、正黄、正白这三旗是皇帝自己当旗主，是上三旗。剩下这5旗今天可都到了，不知道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啊？哎，甭管什么事，反正不是小事。对，请。哎呀，敖大人来了。敖大人，敖大人，各位旗主，请。哎，各位敖大人请。敖大人，诸位请。请。敖大人。诸位，请坐。请坐啊！好，哎，敖大人，哎，诸位，哎，坐，敖大人请，哎，请坐。敖大人，你身居中书，乃国家之栋梁，不用对我们这么客气。哎，哪里呀？我们八旗兴起于满洲，靠的就是礼法严明。这八旗的规矩是不能废的。哎，敖大人为何叹气？我这儿有个折子，我就是为这个担心呐。跟我们有关吗？岂止有关，简直是生死攸关。哦，这。要把咱们八旗赶回满洲，把伺候各位的包衣都送回家。咱们八旗再不能吃铁杆庄稼过日子。诸位，大家想一想，天下是咱们八旗打下来的，咱们享福，难道这还有错吗？就是啊！我要奏明皇上，这个折子造成满洲不和，这不是毁我大清江山吗？对呀，我力争来着。可是皇上亲汉人，不听我的。诸位，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把咱们赶回满洲，那不等于把打下来的江山送给人家了吗？是啊，就是这怎么可能？行了，敖大人，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这件事？我看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团结起来。对，是该这样。言之有理啊！国务长军，不王俱帅。现在这个小皇上，是非不分，任性妄为。我看早晚有一天，得把咱们满洲勇士打下的江山全都给败了。你的意思是废皇上？这不是谋反吗？哎呀，是啊！废皇上，谁当皇上？
国不可一日无君呐。说的对呀，如果天下一乱，那不真要退回满洲了吗？是啊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天下本无主，唯有德者得之。如果爱新觉罗家总是要出昏君的话，诸位想想，咱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的江山给败坏了吧？难道敖大人你自己想？嗨，我可不想。不过，各位要是信得过我，相信我能够替咱们满洲人当好这个家，能够替咱们八旗守好这个业，我是当仁不让，绝对做一个好皇帝。这同是八旗，天下是一起打下来的，怎么能够分等级呢？我要是当了皇上，你们下五旗和上三旗一样尊贵。敖大人，你不能这样，敖大人，大人。请太皇太后还是将臣下打入死牢吧，否则的话，像这样性情滔滔，恐怕要乾坤震动，国体不稳呐。来人呐！还不赶快把他的料子给我去了！这，滚开！哎呀，敖大人，你不要这样，皇上还年轻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啊！年轻尚且如此，可等长大了，这个国家还指不定是什么样子呢。你这话可就不中听了，难道你要亲自打他一顿才行吗？太后，我也知道皇上是个好皇上，可他身边宵小充斥，难免偏听偏信。我看这样吧，叫人把皇上叫来，当着他的面训斥他一顿，你看如何呀？太后，我看就不必如此了吧。皇上驾到！太皇太后吉祥。看你惹了多大的篓子！哎，太皇太后，难道敖大人已经认罪了？哎呀，不要再闹了，再闹下去，君臣不和，可不是件好事儿啊！不是我胡闹，太皇太后是敖大人，要不是他恶贯满盈，我何必跟他争个没完没了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还不赶快和敖大人和好啊！好啊，敖大人。你敢不敢和我斗一场？斗？你是皇上，我哪儿敢跟你斗？你是我的主子。你敢不敢和我面对面争个是非曲直？皇上要是不怕自贬身价，奴才也要还自己清白，跟皇上说个明白。好啊。你答应和我打一场官司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不像话嘛！好啊，不知道皇上要请谁来审判我呀？顺天府的府尹不管，连大理寺的人也都吓跑了。皇上，奴才倒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你说。奴才想，这么顶天的官司，寻常人是不可能的了，只有各旗的旗主有这个资格。皇上自领3旗，剩下的5旗凑到一起，不就是8旗了吗？好吧，就这么办。这不是胡闹，这不是胡闹吗？请太皇太后给我们这个机会。你怎么了？鳌拜这个老乌龟，他不肯跟咱们对簿公堂。他答应了，
你好像不太兴奋呀。打官司跟打仗一样，在敌人不出来的时候，你老上去请战，真的敌人出来以后，还真有点紧张。我现在吧，就是觉得有点紧张。连你都紧张，那可让我怎么办呀？少爷，紧张并不等于胆怯呀。鳌拜，来吧。怎么样啊？我准备跟柳仲言打官司了。其实这个官司打不打的都不吃劲，他死定了。我只不过是要让天下人知道，让他们心服口服。你让我走？我不让你走。你为什么不让我走？我不想做你的女儿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可以不做我的女儿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能让你跟柳仲言一起去死。鳌拜，我真不明白，难道权力就让你这么着迷吗？你就不能放弃害人的念头吗？哼！小民参见太皇太后，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臣等参见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吉祥。臣等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你们上来坐吧。臣等不敢。好了，上来吧。谢太后，皇上。坐下吧。这柳记先到。小民柳继先，参见太皇太后，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小民柳继先给各位王爷请安了。柳壮士，请坐吧。谢王爷。各位旗主，我请了京城第一大壮士柳继先做我的壮士。你柳仲言壮士，你既是来告鳌拜大人的，那就请你开始吧。开始就开始。我有案由，我有证据，我先从……那就把你的案由和证据都说出来吧。你别逼我！哎呀！皇上，我内急，今天不审了，不审了！皇上，不审了！哼，我倒是问问你，你那个爹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一见他就好像没了魂似的。今天要不是我装病，咱们就得先输一阵。皇上，你要对我有信心。我当然是对你有信心了，可是你自己也要有信心啊！
老爷，您是不是心里不痛快呀？哎，少爷回来了，少爷，少爷！哎呀，少爷，您回来了！别进去，你没看见出事了吗？刘继先，我真没有想到，你当缩头乌龟也就算了，你还要当人家的走狗。柳忠言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和你谈谈。好啊，我也正想和你谈谈呢。我倒要问问你这个大壮师，你为什么要为虎作伥？我为了你，也为了楚军。柳伯伯，这件事情我是真的就想不明白了。您完全可以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您可以做您的京城第一大壮师，您为什么要去帮助鳌拜呢？像您这样的身份，荣华富贵对您已经没那么大的吸引力，您说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们两个，如果是让我去死，能报了段家的仇，能扳倒了鳌拜，那我义无反顾。可是如果为了这场官司，你们两个丧命，那这场官司就不能打。算了吧，你有没有点新鲜的？好，那我就说点新鲜的给你听，那就是你柳忠言到现在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儿。你在玩火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朝政。就算你这场官司打胜了，鳌拜他乖乖交权了，就算鳌拜他乖乖交权了，皇上对你的恩宠能有多久？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柳忠言，我要打败你，这样太后和鳌拜才不会将你们置于死地，才能保住你们两条小命。行了吧，鳌拜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只有一条，饶你和楚军不死。柳大壮士，柳前辈，我们俩的小命又没有掌握在你的手上，惩恶扬善，扶我幼主是我柳忠言的责任。在此，我谢谢您的养育之恩。公堂上见。走。好，现在柳忠言壮士可以开始了。谢谢。敖大人，在审案之前，我想先问您一句闲话。请问，敖大人这一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？这也是个问题。我一生最大的理想，就是辅佐皇上，做一个贤臣，为天下苍生造福，为江山社稷出力。柳忠言壮士，鳌拜大人的话有什么不对吗？不，敖大人说的很好，只是，敖大人，你的理想是辅佐皇上，为天下苍生造福。那么好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那就是世上本无主，唯有德者居之。这话我知道。那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皇上无道，你又报国无门，而且你才华不能施展，你该怎么办？大胆！你敢说皇上无道？敖大人息怒，大人请坐。柳忠言壮士，你刚才这番话和你所说的敖大人的罪名毫无关系啊！我不知道你想要说些什么。是啊，我们也听不太明白。其实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敖大人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，而且他很有野心，所以我断定他有犯罪动机。报复与野心，这本身是两个词，而且一褒一贬。柳忠言壮士故意混淆两者，显而易见，这是有意栽赃。
各位王爷，我想请各位大人明白，如果要告鳌拜大人杀人，那只凭对他的污蔑和对他报国思想的一种嘲讽，那这案子我看可以结了。柳继先，你柳仲言壮士，官司可不是这么打的，要有证据，懂吗？你没有证人，又没有证据，打什么官司？哼，好，那我先从赵承恩被杀一案开始。请吧。赵承恩的死，我一直怀疑跟大内有关。其实这个案子有3个要点，其一，就是谁是江一指那个不露名的徒弟，因为赵承恩的死正是用的江一指的功夫。其二，就是谁跟赵承恩的关系非常好，以至于将他从宫里骗到了宫外。其三，赵承恩一向忠心耿耿，他偷大内的金叶子，到底是给谁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柳仲言壮士，你口说无凭，证据在哪儿啊？王爷，我有证人，请您允许宣召我的第一个证人，他就是江一指的夫人，他可以证明鳌拜就是江一指的匿名徒弟。我问你，你何以得知鳌拜就是你丈夫所说的那个不知姓名的徒弟？我丈夫把他徒弟的名字写在一个折子上，我原来一直没有发现。后来我丈夫死了以后，我觉得难免总是睹物思人，所以我打算搬出去，才发现了这个折子。这折子上面就有鳌拜鳌大人的名字。大人，请问柳仲言壮士，你自己第2个问题怎么解答？谁把赵承恩约到了外面呢？是鳌拜大人，我有证人。说来听听。王爷，我想请我的第2个证人。好。陶云是赵承恩的女儿，现在请她讲一讲赵承恩出事的当天，她听到了些什么，看到了些什么。那天我爹出门的时候，说是去要见一位重要的朋友，而爹爹平时就不止一次说过，他最重要的朋友就是鳌拜鳌大人，因为他正和鳌大人准备做一件惊天动地、挽救大清的事儿。赵承恩偷了大内的金叶子，他到底要干什么呢？自然是他所说的惊天动地的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？赵承恩活着的时候，最大的心愿就是除掉多尔衮。那么他想除掉多尔衮，所以必须收买杀手，将他杀死。鳌大人，你可以指天发誓，和赵承恩密谋这件事儿的不是你吗？其实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证物，那就是在赵承恩手里发现的金叶子。鳌拜手底下的荣俊曾经说过，在鳌拜府上看到过装金叶子的包袱。荣俊在哪儿？荣俊是我非常重要的证人，而且他事关几个案子，我会在适当的时机让他出现。柳壮士，他胡说八道，你也不止于此。鳌大人不必着急，我正要对对方的说法一一进行辩解。六继先，你说呀。好，我就先问问你第一个证人，请问江夫人在。你刚才说过，鳌拜大人是你丈夫唯一没有公开的学生，是吧？既然没有公开，为什么要留一个名册在你的手上呢？所以，各位大人，我怀疑这个名册的真实性。江夫人，你是不是上了这个柳仲言的当了？说鳌拜大人是杀你丈夫的凶手，所以你们共同编造了这个名册呢？漫天的悲秋，漫天的喜来，夜雨霖铃，云遮小院，白
霜降红叶，红叶飘，红叶飘，思君万里遥。人何在，情何在，爱在心中口。